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最近啊，在 arXiv 上预印版的论文啊是没有原来多了，但是正式发表的论文开始多起来了。我们前两天给大家介绍一篇 ACS 上，就是美国化学学会的一个期刊上，一个材料学的期刊上一篇正式的论文啊，对 LK99 啊。给出了某种的比较谨慎的乐观。那今天呢，又有一篇论文给大家读一下，它是在 Material Today 这个杂志上的一篇论文。那么这篇论文呢，它叫 Comment 啊，就是一篇评论啊，关于室温超导体 LK99 实验的这么一个评论啊，对那个篇论文做的一个评论，一篇论文啊。那作者呢是阿列克谢·卡沃金和安瓦尔·扎西多夫。那这两位啊，都是材料科学和纳米技术领域的知名学者。那阿列克谢这个卡沃金呢，现任是西湖大学的教授啊，他是西湖先进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他最初呢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后来在剑桥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都做过博士后。那卡沃金啊教授呢，他的研究方向是凝聚态物理和光子学啊，尤其是半导体和二维材料性质。他在自旋光学、极化子和机子等方面呢有重要贡献。他发表过300多篇 SCI 的文章啊，被引用超过14000多次。那另外一位作者呢叫安瓦尔·扎西多夫。安瓦尔扎西多夫呢，这位教授呢，他现在是德克萨斯大学呢达拉斯分校物理系和纳米技术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立大学量子中心的研究员。他先后毕业于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和休斯顿大学。那扎西多夫教授啊，长期从事碳纳米管石墨烯等二维材料的研究。他对碳纳米管的合成功能化和应用都有突出贡献，发表过400多篇 SCI 论文，被引用超过2万多次啊，这都是专家级、教授级的。那么 Materials Today 这本杂志啊，也是一本比较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它就是一个材料学的，和我们昨天讲的那个 ACS 美国化学协会也是一个新材料的期刊，看都是材料期刊。那这本杂志呢 Materials Today 它是创办于1997年，它由 Elsevier 出版社出版，是材料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目前它的 JCR 影响因子呢是 35.235， 在材料科学类排名第3。它主要刊登的覆盖这个材料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金属陶瓷复合材料、生物材料、电子材料以及能源材料。你看这个论文它就是正好是你说是陶瓷或者是复合材料、电子材料，它都靠谱，是吧？这篇论文呢它其实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论文里边这一段话。你看这一段话，那么他讲就是过去他们引用了很多论文很多的这个大学机构的小组呢都从头计算了LK99 和掺杂金属的这个类似材料在费米能级上形成了近乎平坦的能带那这个平带呢确保了高电子态密度，这对于增强这个超导形成这个库珀对至关重要。他们相信这是支持 LK99 室温超导性的有力证据。这算是一篇导的这个论文。那么实际上还有别的论文也在陆续发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就是这一期，就是我原来做的这一期视频，大家再听一下。当时呢老金同志就金教授呢，他其实说了一个话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听一下。他说期刊论文的审稿报告即将出来了，我们正在准备预期的论文呢，就是我们要正式发表了，不是在 arXiv 上发预印版论文。那关于说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就是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 LK99 的正式论文已经基本上靠谱了。你看那是几号那是8月10几号的时候。实际上在7月23号李石培呢，他们呢就把研究成果提交给了 APL Materials 进行同行评审。那么在8月3号的时候，不是说
KSSC 啊，就是韩国低温超导学会呢，要求 LK99 团队呢提供高质量的样本，把你们自己合成的样品给我们拿过来，是吧？那这个团队当时回应说呀，我们现在不能给你，只有在 APL 论文啊审核完成后，我们才会提供样本，预计需要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时间。这几周几个月可不是他们合成样品啊，而是说这个论文的审核。所以啊，我觉得很快就会迎来第二个高潮，是什么高潮呢？就是论文在 APL 发表。那实际上啊，在 APL 发表论文不是太容易的。那当然，老金同志金教授在 APL 上是每年几乎都有1-2篇。这是我找到一个关于 APL 材料审核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很长的啊。那从稿件。他说呢，研究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仔细的设计、优化、复制实验。当你想发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也不是那么容易发表的。单就 APL 那么从稿件提交第一次编辑决定的持续时间是7天，从稿件提交到第一次修订报告的时间是20.7天这都是平均数据啊。从稿件提交到稿件被接受的持续时间是31天，就是1个月。你看了吧？就最快这个论文提交以后，加上同行评议，像他这个还提供样品，人家可能拿样品还要给你测，所以这个周期1个多月到2个月是完全可能的。对 APL 是什么啊？刚才跟你说了半天 APL 呢，就是美国物理学会AIP 出版的一份期刊叫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它的缩写那么它在1962年创刊它专门发表在应用物理学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是它的这个封面，我们看一下这是比较最新的，你看这是最新的，那这是 APL 杂志。现在呢，我搜了最新的里边，现在已经发到9月21号的了它是这个网上的版本是靠前一点的，是超前一点的，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 LK99 的正式的论文。APL 它是其实呢，包括物理学、工程学和现代技术的所有分支，它都可以发表，涵盖了实验和理论研究。那它是应用物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你想，它是美国物理学会出版的一份期刊根据2022年自然指数就 Nature Index 数据APL 的影响因子呢是4位列是 Q2 区。那当然 APL 它的审稿是非常严格的，所有的稿件都要经过同行评审它的目标呢，当然说尽快的把最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呢给大家发出来。所以大家看看这个时间，我们刚才说那个视频，我们刚才看视频这个时间呢，我这个视频呢是在8月21号，那实际上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基本上老金说那个话的时候，我相信已经通过了同行评审，通过同行评审之后呢就等着出版了，是吧？所以呢从这个时间算下来，很快我就预计未来1周就是现在这一期应该是9月28号那一期最快9月28号那一期可不是到9月28发表从现在开始未来7天之内很有可能下一期就可能会有这个最快这是最快，你合理推算嘛，是吧？那么金教授接受 SBS 采访的时候呢，他当时肯定知道这个审核结果已经通过了，所以他才那么笃定的说我就是超导所以呢因为我们说知乎上那个罗老师他现在自己说，我心里觉得95%都是超导了。很多其实持续跟踪这个事儿的人，只要你不带太多的偏见，总觉得这个事儿它是有点绝对不是民科，绝对不是那种烟假。这里边单从材料学来说，可能就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先不是超导呢。那超导现在呢，人家要投美国物理学会的最重要的期刊。可能要发表了，那这篇论文一旦出来了，又经过同行评议，并且他们还提供了自己的样品，你说它能假到哪儿去？所以到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就会带来一轮新的 LK99 的热潮。你现在说起来，这个今年这个热闹事儿可是真不少，是吧？我们说年初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呢，首先是 ChatGPT 就 AIGC 大火，是吧？那么以美国
ChatGPT 啊，它这个为首的 AIGC 的研究热潮啊，和现在以 LK99 这个室温超导研究这么一个材料研究的热潮，在今年啊，就是说就是前8个月可以说是各领风骚啊，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一直在想这事儿，中国呢都不是这个技术的第一发明者，但是中国呢似乎总是能在别人创新出来后啊，都试图迅速跟进、复制或者是模仿对方的研究成果，然后呢，能不能后来居上呢？这个难说。目前来说呢，单就 AIGC 和室温超导这技术来说，中国在这两方面跟随的都非常紧。你看看 AIGC 啊 ChatGPT 出来之后，只要是有名有姓的国内这些互联网大厂都有自己的大模型了啊，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你是开源的也好，不开源的也好。那 LK99 出来之后，你看看现在单中国啊，这个所有的大学机构的复现的，就是做实验手搓 LK99 次数已经超过了全球所有的这些国家的加起来次数啊，可能还没有金志勋合成次数多，因为人家是做了多少10多年，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比较有意思，我们想比较一下，看看你说，就在这方面 ，LK99 或者是 ChatGPT， 中国这个跟随是否一样呢？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我看到一个数据啊，很有意思啊，这是这个表啊，这是一个调查表，是什么呢？是斯坦福的2023年的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报告。那从总体上说呀，美国在 AIGC 研究方面确实是一直处于这个领先地位，在 AI 领域啊，美国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研究的机构也好，公司也好，还有人才储备啊。那在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中国呢，近年来在这个 AI 方面呢，也是投入了很大气力。但是中国有点偏科，比如说在图像识别，是吧？你看那些全是摄像头，中国在图像识别上面，是世界领先的啊，因为它应用的广啊，全是公家买的，是吧？但是啊，在总体方面，特别是在ChatGPT 出来之后 ，AIGC 在人工智能方面，论文数量可能中国超过了美国，但是在质量方面，中国还是落后不少的啊。就这个报告里边啊，其实就讲的很详细啊。这里边呢讲了很多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开这个有详细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在这个2023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里边啊，美国 AI 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占全球总引用量的44%。那这个报告还说呢，美国在 AI 和研究方面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地位。那中国的 AI 研究的论文啊，在全球总引用量大概不到20%，应该是16%左右。那么，当然中国在 AI 研究啊和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是和美国相比啊，在高质量的论文，在首创新方面，差距还非常大。应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是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是慢了1个小节。不是半拍，是1拍。那当然，中国跟的也是最紧的。那其他国家呢，可能不说这个英国和加拿大啊，除了英国和加拿大之外，其他国家呢可能落后的更多。这是 AI 方面。AI 方面啊，美国呢是有这种长期积累的基础。那中国呢也有这方面的比较偏科的研究。但是在室温超导，我们像比较这个 ChatGPT 和 LK99，在室温超导方面啊，韩国呢它倒不像美国在ChatGPT 就人工智能方面有那么长时间的优势。实际上在过去韩国在超导方面并没有太傲人的成就啊，包括论文数量各方面是有一定比例的，但是呢在这个突出的这种创新式的这种成就方面是没有多少的啊。在过去从80年代开始啊，从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一次有一个突然的这种跳跃式的创新，蹦出一个 LK99 来。韩国呢，如果刚才我们说的APR 论文，美国物理学会的论文如果能发表，
那就砸实了韩国在史文超导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那绝对领先。因为它突然跳跃式的，它就领先了。但是呢，它不像有长期的这个产业基础啊，或者人才基础啊，或者是它不是，它就是一个独狼式的创新，是吧？LK 俩兄弟啊，苦了20年，自己呢坚持不懈，是一个个人英雄的这么创业故事一样啊，这么一个故事。那中国呢，从这一次复现我们能看出来中国在 LK99 复现方面，我最近在抖音上有几个朋友在和我联系，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受这个思路的启发，开始做各种各样的LK99 的这个变异版的创新啊。说不好呢，中国呀，无论是在论文、在专利，甚至在一些材料学领域啊，很有可能包围韩国这个成就啊。虽然呢，假如说最后韩国的史文超导成了，论文也是真的，材料也是真的，也注册了专利，但是啊，你这个孤狼干不过群狼啊。到现在为止还没开学呢，已经有20-30家有名有姓的大学，都是比较知名的，做了复现的实验，做了理论和实验的研究。等一开学，你放心吧，可能还有几百个实验同时做起来，而在这几百个实验里边，你保不齐又出来一些新鲜玩意儿，有各种各样的专利就会注册。那么大家知道牛建渣他们那个论文呢，已经可能准备了，很快专利也要注册。他们用别的元素，在 LK99 基础上呢，他们有了自己的创新，他们要注册自己的专利。那这只是一个牛建渣，等开学之后啊，可能有几十个、上百个牛建渣在中国大陆可能都要做这方面研究。所以在 LK99 这块啊，它和 ChatGPT 不一样。所以你看，韩国在超导研究的这个积累和优势啊，并不像美国 AI 研究的那个积累和优势那么突出，所以中国可能在超导研究方面啊，更可能在技术上追赶或者包围超过韩国。但是如果没有史文超导，中国总体的这个超导研究啊，论文数量是超过韩国很多的。但是因为这个史文超导，人家突然找到了个新的方向，人家有了创新，中国呢在跟踪模仿方面啊，这块很有可能会比较紧的跟上去啊。这就是关于今天啊看到这个正式版的一个 Material Today 一篇论文，给大家简单聊聊。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